爷爷每天都会骑在奶妈头上送我去上学，因为我的奶妈是一辆共享单车，甚至大街上的各种交通工具都是由女人变化而成。只因这个世界的女人成年后都可觉醒成机娘，而男性则是驾驭指挥官，男女相互搭配契约，便可变身机甲，一同大杀四方。此时众人看着校花程子柔走入觉醒室，觉醒为级赛车，幻变速灵，真不愧是校花。我要是觉醒为级指挥官就好了，没准真能得到校花的青睐呢。正当几个男同学正在议论纷纷时，程子柔竟直接走到我面前说道：“天辰，我们分手吧，我们在一起整整10年半，我知道你很好，你为我做的一切我都记在心里。但是泽哥回来了，他觉醒了 A 级指挥官，你知道的，我等他很多年。”我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相恋12年，我真的从来没想过有一天程子柔会离开自己。她的冷漠，她的毫不在乎，让我那颗想挽回的心瞬间凉了个彻底。还有，我们以后就尽量当作不认识吧。泽哥要转来我们学校了，别让他误会。这是程子柔临走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可马上他就要后悔这个决定。就在这时，我在夏琳老师的带领下走进觉醒室，天赋检测完成，恭喜你觉醒成为 SSS 级指挥官，生物动能转化率100%，可同时契约无数台机甲，甚至可以强制登录未契约的机甲，从而使任何机甲都变成你精神力控制的傀儡。这天赋妥妥的契约怪啊！按理来说，一个指挥官只能契约一个机娘，而我可以无限契约。试想一下，如果在战场上，我带领一群机娘战队，直接强行登陆敌方失去指挥官的独立机甲，到时候来个里应外合，打敌方一个措手不及，岂不完美？觉醒舱开启，我就看到守在旁边的夏琳老师红着眼睛激动地看着我：“天辰同学，你愿意和我契约吗？”老师是 S 级赛车暴天风，车况100%全新，从来没有人试驾过，甚至是我自己为了避免车体损耗，出门都是打车的。夏琳老师今年22岁，刚从机甲研究生毕业的他就来学校任教了，身材凹凸有致，外加强悍的战斗力，让他短时间成为机甲学院的女神老师。夏老师不仗义啊，近水楼台先得月，他竟然先表白了，那可是 SSS 级的指挥官啊！广场上一时间充满欢呼雀跃的声音，无数人等待着我的答案。夏老师，我愿意，我同意跟你契约。回过神来的我缓缓从觉醒舱站起身，看着面前的夏琳老师勾唇一笑。与此同时，我觉醒 SSS 级指挥官的消息也在整个机甲学院传得沸沸扬扬。什么？你说天辰觉醒了 SSS 级？听着好姐妹传来的消息，程子柔的心态直接炸裂，扑通一声猛地跌坐在椅子上。而另一边的校长办公室，一个老师连门都没敲就直接闯了进去。校长，大事不好了，咱们学校觉醒了一个 SSS 级的指挥官，我都说了多少次了，你能不能淡定一点啊？什么 SSS 级指挥官？那有什么不好的？以往淡定的校长瞬间就不淡定了，哗啦一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说着就要去见这个好学生。不是啊，校长，夏琳那个疯女人，她给学生觉醒了 SSS 级指挥官，直接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马上就要契约了。什么？快去觉醒室！校长跟在老师身后，匆匆忙忙冲出了校长室。天辰，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真的同意跟我签订契约吗？跟我契约你会很吃亏的，年龄上我比你大了整整4岁，实力上你是 SSS 级指挥官，而我只是一台 S 级机甲而已。夏琳老师咬着嘴唇，声音有些哽咽。夏老师，在我这里，年纪从来都不是问题，你可是咱们机甲学院最受欢迎的女神，而我不过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穷小子，是我高攀了。另外，没有废物的机甲，只有废物的指挥官，你不需要太在意自己的等级。听到我的一席话，夏琳老师心头最后的犹豫也都悄然消散。随着一阵咔嚓咔嚓的声音响起，一台通体黄色赛车出现在我面前，流线型车身上闪烁着淡淡的黄色荧光，车尾处的能量喷口竟然足足有9个，不愧是顶级 S 级赛车。我毫不犹豫打开车门坐上车，一个透明面板便出现在我眼前，姓名夏琳，综合评级 S 级暴天风，适用能源核能、太阳能、燃料能源，机甲材质陶瓷合金金属机身，契约关系未契约，车况100%全新。看着这份面板我心动了，这么完美的赛车，我怎么会让他溜走呢？天辰夏琳即将进行契约，供胆系统对接成功，神经系统对接成功，动能系统匹配成功，交互系统匹配成功。契约完成后，夏琳老师重新变回人形态，脸上满是抑制不住的兴奋，冲着我甜甜喊了一声老公。我一时间有些飘飘然，像是踩在云层上一样，一点都不踏实。不用彩礼，不用有房有车，不用看月入多少，就这么娶到了一个自带顶级赛车的漂亮老婆。突然觉醒室的大门猛地被拍响，夏琳，你给我出来！你敢跟天辰契约试试？天辰，你还有大好的未来，你的契约对象不该只是个 S 级赛车呀，你要契约天上的战斗机，要契约海里的航空母舰。校长江海一边用力捶门，一边大声呼喊着，生怕我脑子一热就跟夏琳契约了。这可是他们机甲学院唯一一个 SSS 级指挥官，万不能就这么毁了。就在这时门被打开，江海一把拉住我的胳膊，你没有跟他契约对不对？告诉我你没有。两条胳膊像是被巨大的钳子禁锢住一样，我用力挣脱了一下，竟然纹丝不动。我已经跟夏老师签订契约了。听到这个回答，江海的双手瞬间软了下来。完了，全完了，一个未来不可限量的好苗子就这么毁了，造孽啊！就在这时我低下头凑到校长耳边，轻轻说了一句话，原来如此，不愧是 SSS 级指挥官，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今天给你俩放假，出去玩吧，明天按时到校就行。校长大笑几声，丢下这句话便转身走了。程子柔急忙朝我这边走来说道，天辰，为了刺激我，你竟然不顾自己的未来，随随便便跟别人契约，你真的很让我失望。他最开始的时候有些诧异，我竟然觉醒了 SSS 级指挥官，但听到我刚觉醒就跟夏老师契约后，程子柔满心的后悔瞬间变成愤怒。他们才刚刚分手，我就迫不及待的找下家。程子柔，夏琳是我的妻子，我老婆可是 S 级顶级赛车暴天风，而你不过是一台速度比较快的车而已，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用这样完美的女孩子来刺激你呢？你也配吗？程子柔脸色一黑，愤怒的情绪直冲天灵盖，怔怔的看着我和夏琳的背影，程子柔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出来，感觉他曾经视若无睹的东西，好像真的要离他而去了。从机甲学院出来之后，夏玲老师一脸的激动，天辰，你快上来，我带你去个地方。我虽然有些不明所以，但还是打开车门坐了进去。身份校验成功，能量对接成功，当前状态可持续时间无限期，共感系统配对成功。老公不愧是 SSS 级指挥官，能量竟然如此充盈。理论上讲，我可以一直战斗，只怕我的机身可能会有点承受不住。看样子还得给你物色些更高级的机甲才行。不等我回答，暴天风油门一开，一眨眼便冲了出去。大婚之日不好好洞房花烛，你要带我去哪里啊？我感受着强力的推背感，不禁有些好奇。我们去远郊炼级区，顾名思义是个炼级的地方。如今的世界魔兽天灾降临，大量的钢铁化魔兽在人类世界游荡，而远郊炼级区时不时会有一些钢铁魔兽游荡。斩杀钢铁魔兽可以获得很多奖励，最常见的能量晶体可以用来升级装甲，提升机娘的动能核心，当然也可以卖钱。10分钟之后，我们被拦停。你好，请出示机甲码。夏玲老师赶忙将机甲码给面前的维保人员查验。S 级暴天风，第一次进入远郊炼级区，建议你们只在炼级区边缘部分刷怪，越远离边缘魔兽等级越高。3个维保小姐姐说完注意事项后，眼神不由得往车里看了看。我将车窗放下来，点了点头。我们今天就是进去了解了解情况，不会太深入的。漂亮的维保小姐将一张名片递给了我。叶倾城，寒冰小队队长。我听说过这个叶倾城，他好像是远郊炼级区这边实力最强的机娘，最主要是他好像对指挥官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指挥官。没想到他竟然会给你他的私人联系方式。天辰，有戏哦！就在这个时候，赛车内部的雷达探测突然响起警报，检测到附近有魔兽出现，请指挥官及时应对。我看向雷达屏幕，果然在我们周围闪烁着几个红色的小点。夏玲老师第一时间进行变身机甲形态。这时巨大的咆哮声从远处传来，许是察觉到了我这边的动静。钢铁巨兽以相当快的速度朝我们这边扑来，前爪弹出又尖又锐的钢铁利刃，朝夏玲老师的脸上划过来。这要是真被划到的话，怕是整个头直接就成2半了吧。夏玲老师快速向旁边一闪，与此同时，我操控着中控台，在夏玲老师抬胳膊的一瞬间，刀刃弹出，钢铁猎豹瞬间被切割成2半。击杀奴仆级猎豹，获得能量晶体乘1，积分10乘1。连续将几只钢铁猎豹切成一堆碎块后，剩下的几只猎豹顿时停了下来，转身就跑。奈何夏玲老师头一次体验杀怪的乐趣，怎么可能会让他们跑掉？眨眼间冲刺到钢铁猎豹身后，一刀秒杀。老公，我们往炼级区的深处稍微走一点吧，我觉得我的实力还可以应对等级再高一点的钢铁魔兽。检测到附近有战兵级魔兽出现，请指挥官及时应对。夏老师，小心！眼看雷达上显示的红点就在他们附近，我赶忙提醒了一声。这时一只钢铁狼王从夏玲的身后扑了上来，基态护盾，透明的护盾瞬间在夏玲身前出现，钢铁狼爪狠狠抓在护盾上，发出一道刺耳的摩擦声。夏玲也在这一刻回过神来，瞬间转身一脚踢在钢铁狼王的身上，脚尖上的刀刃在我的操控下狠狠扎进钢铁狼王的身体里，血液瞬间喷涌而出，钢铁狼的身躯应声倒下。击杀战兵级钢铁狼王，获得战兵级能量晶体乘以1，积分100乘以1。别看连续2次战斗都只获得了1枚能量晶体，事实上战兵级能量晶体所蕴含的能量是奴仆级能量晶体的5倍，越强的机甲越容易获得高级能量晶体。幸亏老公刚刚及时打开了基态护盾，不然我这条小命估计就不保了。我们现在在练习区，身边处处都隐藏着未知的风险，千万不要松懈，不然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我的声音有些严肃，刚刚是真的把我吓了一跳，若不是反应及时，恐怕夏玲就要受伤了。老公，我还是太弱了，战斗经验太少，要不我们再转一转啊，看看能不能再打一场。于是我驾驶着暴天风用了将近2个小时，几乎把所有边缘区的钢铁魔兽通通杀了个遍。这咋办？咱俩太强了，就连战兵级魔兽看到咱俩都活不过1分钟，要不咱们继续往深处走一走吧。夏玲在边缘区已经走了10分钟了，别说钢铁魔兽了，就连一只蚂蚁都没看到。确实，这些魔兽的等级都太低了，杀习惯以后，感觉一刀一个，真没意思。再往里稍微走走，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咱俩就跑。经过几场碾压性的胜利，我也渐渐熟悉了中控台的操控，对释放各种技能也是熟记于心，以至于我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跟更厉害的魔兽进行战斗。就在2人准备继续深入炼级区的时候，雷达系统突然警铃大作，警告！检测到1800米处有囚徒机甲出没，请及时撤离。我不由得有些好奇，啥是囚徒机甲呀？囚徒机甲的等级怎么样？很厉害吗？夏玲想了想回答道，我之前听说过在远郊炼级区的最深处有一座特别恐怖的监狱，里面关押着的都是各种各样性情凶残的机甲，他们虽然是人类，但是却比魔兽更加恐怖，对人类的恶意很重。这边关押的囚徒机甲虽然很暴力，但是等级并不是特别高，不过看守他们的官方人员实力也不容小觑。同时炼级区深处的那些顶级魔兽也起到了镇压的作用，所以我从来没听说过囚徒机甲会逃掉的。我勾唇一笑，好不容易碰见一个实力并不是很强，但是足够暴力的对手，此时不上更待何时？下一秒暴天风猛地化作一道黄色闪电，直冲向雷达上的红点位置。只不过就在暴天风朝着炼级区深处进发时，寒冰小队却朝着边缘区发了疯一般的逃跑。不愧是2星囚徒机甲，他们根本毫无招架之力，若不是他们几台机甲跑得快，怕是命都要交代在那了。眼看着这2台囚徒机甲就要追上来，他们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过，叶倾城更是几乎陷入了绝望。他本身是 S 级机甲，但是因为没有契约指挥官，导致他的实力根本不能完全发挥出来。生死存亡之际，叶倾城不禁有些后悔，如果不那么挑剔，早早的契约了指挥官，是不是情况就会不一样？是不是他的小队队员就不会陷入如此险境？眼看他们马上就要被囚徒机甲追上，叶倾城绝望的闭上了双眼。突然一道闪着黄色闪电的机甲逆着他们的方向，朝着2台囚徒机甲冲刺而去。因为速度过于快，地面荡起了厚的一层尘土，所过之处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缝。快看，闭上眼睛放
放弃挣扎的叶倾城被一声惊呼叫得回过神来，想象中的痛苦并没有发生，脸上还残留着呼啸而过的风。那道黄色的闪电是什么呀？速度太快，我没看清。别说别的了，他难道不知道那是囚徒机甲吗？他不知道囚徒机甲有多恐怖吗？还有周围那群奴仆级魔兽，没有100也有80吧？那不是一台机甲能够杀得完的。要不要去帮他呀，队长？叶倾城此时猛地回过神来，惨白的脸色看向冲过去的机甲喊道：“别过去，那可是囚徒机甲，快跑！”可那台机甲不仅没有跑，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冲向囚徒机甲。西太护盾开启，推进器开启，破风而去的暴天风周身瞬间亮起透明的护盾，在推进器的助力加速下，机身的速度已经无法用肉眼看清。囚徒机甲面对冲刺而来的黄色闪电，瞬间开启远程射击，子弹自带爆裂效果，在浓浓的火光下朝着暴天风扑面而来。我操控着推进器，绕过一排排子弹，越过奴仆级魔兽围起来的城墙，直奔囚徒机甲。暴天斩！一瞬间，囚徒机甲的钢铁头颅高高飞起，最后狠狠地砸在地面上。已经跑到安全区的寒冰小队众人看到这一幕的瞬间，下巴都快惊掉了。叶倾城在我实力的刺激下，感觉自己又醒，顿时暴喝一声，全体成员上去支援，越野车油门给我踩到底。得到命令的一瞬间，寒冰小队的斗气也瞬间被激发。刚刚我砍下囚徒机甲头颅的那一幕，也深深地刺痛了他们的骄傲。他们可是维保部队，怎么能站在百姓身后呢？干他丫的！另一边，我操纵着暴天风斩杀掉一台囚徒机甲后，迅速利用推进器，瞬间离开了另一台囚徒机甲的攻击范围。这种快速的贴脸型战斗方式，对于2星囚徒机甲来说，最多只能使用一次，否则一旦等另外一台囚徒机甲反应过来，那么我便如砧板上的鱼肉一般，亲手将自己送到了囚徒机甲的嘴边，亲眼看到自己的同伴被削掉脑袋。另外一台囚徒机甲彻底被激怒，能量炮弹一发接一发的朝着我发射而来。暴天风身后的推进器1秒钟都不停歇，在我的操控下，精妙的躲过所有的能量炮弹。就在这个时候，外围的奴仆级钢铁魔兽也终于回过神来，朝着暴天风围攻而去。内外夹击下，我直接将推进器开到最大，飞到了囚徒机甲的头顶上空。一群钢铁魔兽将囚徒机甲围了个里3层外3层。那囚徒机甲勾唇轻蔑一笑，如此严防死守，暴天风最擅长的近身战，恐怕再无用武之地了。我又岂能不知道囚徒机甲的心思？是谁告诉你我只会近身战？话音落下，在囚徒机甲惊讶的目光中，暴天风的身后缓缓升起2架炮台，量子追击炮锁定，数十发能量炮弹从炮台中发出，直奔囚徒机甲而去。轰轰，炮弹爆裂产生的能量将地面荡起层层尘土，几声巨响之后，尘土缓缓散去。钢铁巨兽中间那台囚徒机甲，此时已经彻底成了一堆碎片。这些钢铁巨兽不仅是它的最强防御，更是置它于死地的牢笼。击杀2星囚徒机甲，奖励区域引擎碎片乘以2，积分增加100乘以1，10块区域引擎碎片即可合成一台区域引擎。看着斩杀囚徒机甲获得的奖励，我相当的满意。虽然没有晶体，但是目前对于我来说，这些没办法买的装备比晶体更有用。收起奖励后，我的视线看向地上那一群钢铁巨兽，既然已经大开杀戒了，那就一次性给你们个痛快吧。量子追击炮再次发动，数十个碗口大小的能量炮，准确无误的在所有魔兽的脑袋上爆炸。一时间火光四射，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在最后一头魔兽被斩杀的时候，寒冰小队的队员总算赶到了现场。我刚刚看到了啥？囚徒机甲和180个钢铁巨兽，顷刻间就灰飞烟灭了，真的太强了。这个指挥官到底是什么等级啊？能让 S 级机甲发挥出这样的实力，恐怕不是一般的指挥官啊！我要是能被他契约就好了，真的好羡慕。听着队员们议论纷纷，刚刚掩护队友逃跑的叶倾城，此时更是心跳如鼓。正是因为体会过面对囚徒机甲的无力感，所以他更知道这台机甲到底有多厉害。正是因为他本身也是 S 级机甲，所以他更知道操控机甲的指挥官到底有多牛。觉醒 S 级战甲3年，他碰到的指挥官都没有一个能入得了他的眼，而现在他的心脏不受控制的砰砰直跳，如冰山一般的心在这一刻开始融化。他打心眼里臣服于这个年轻的指挥官，他愿意为这样的指挥官献上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切都晚了，这样优秀的指挥官竟然已经契约了，而且还是跟他一样的 S 级战车。他最大的优势在他面前竟不值一提。躁动的心渐渐平复下来，满腔的热血也一瞬间变得冰冷。既然无法拥有，不如现在就不要起不该起的念头。叶倾城回过身，瞬间变成战车形态直奔基地。报告大队长，曼巴监狱越狱的2台囚徒机甲已被歼灭，寒冰小队无人员伤亡。回到基地以后，叶倾城第一时间跟张晨汇报战况。什么？2台囚徒机甲全部都歼灭了？你们小队竟然没有一个人伤亡？显然这样的结果是出乎张晨意料的。那2台囚徒机甲虽然只有2星，但是因为他们本身凶残暴力，所以实力相对来说要比理论上高一些。而叶倾城作为唯一一台 S 级战甲，却还没有进行契约，凭他的实力根本不可能同时歼灭2台囚徒机甲，甚至还保护队友不受伤害。对，远郊练级区今天来了一个很厉害的指挥官，带着他的 S 级机甲来杀怪，2台囚徒机甲全部都被他一个人杀掉了。我们小队并没有参与战斗。很厉害的指挥官，他叫什么名字？张晨心思一动，心下隐隐浮现出一个年轻男人的脸，实力强劲，能直接歼灭2台囚徒机甲，且出现在远郊练级区。难道是他？他的名字叫做天辰，契约了一台 S 级战甲暴天风，具体是什么指挥官等级暂且不清楚，但是他很强，至少也有 S 级以上。听到叶倾城的汇报，张晨不由得勾唇一笑，好小子，他还没来得及去见他，没想到他竟然已经自己闯
进他们官方的视线之内了。我知道他是 SSS 级指挥官。倾城，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契约指挥官，我知道是你眼光高，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句，这个叶晨一定不要错过。此子年纪虽然不大，但绝对是个潜力股。他今天才刚契约，第一次战斗就能歼灭2台囚徒机甲，可想而知他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倾城，你可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张晨苦口婆心地劝着叶倾城，碰到这么优秀的指挥官，他是真的不想让叶倾城错过。大队长，晚了，他已经有契约的机甲了，而且一点都不比我差，我没有机会了。听着叶倾城落寞的声音，张晨扑哧笑出了声。作为一个过来人，他当然知道叶倾城这是动心了。我悄悄跟你说一个秘密，天辰的指挥官天赋是无限机甲同调，他可以契约无数台机甲，这样你还觉得你没有机会吗？听到张晨的这句话，叶倾城当下愣在原地，久久没有缓过神。远郊练级区，我从暴天峰中跳了下来，看着满地的金属尸体，我长出一口气。连续在练级区战斗了2个多小时，夏琳的体力也确实消耗巨大，不过第一次进入练级区就有如此辉煌的战绩，他虽然累点，但是眼神里却闪烁着亮光。老公，你好棒，我们刚刚的战斗一点都没有失误，量子追击炮真的好厉害呀，战斗的滋味好爽。我勾唇一笑，转头看向大片大片的金属尸体。指挥官的仓库面板中，所有获得的奖励都已经被分类整理好了。短短3个小时左右的战斗，我们获得了数量相当可观的能量晶体、引擎碎片以及大量的积分。今天的收获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可以说这一趟远郊练级区历练不虚此行。走吧，回去吧，我都快累散架了，晚上你可得好好犒劳犒劳我。说着，夏琳直接变换成赛车形态，载着我一溜烟冲出了远郊练级区。只是在路过边缘区的维保基地时，一双秀气的眸子紧紧地盯着暴天峰，直到再也看不到尾气，才缓缓收回双眸。天辰，咱们后会有期。第二天起床后，我打开手机界面，机甲学院的校园论坛上，一则名为“天辰滚出来接受挑战”的帖子被推上了第1名，无数认识我的同学一个个的艾特我。我点开帖子，让我意外的是，下战书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前女友程子柔的现任指挥官王泽。我不由得嗤笑一声，一级指挥官在我的眼里不过是一只轻轻一捏就可以捏死的蝼蚁罢了。若是王泽想要踩着我 SSS 级指挥官的名头上位，那他成功了。在他下战书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在学校出名了。不过若是王泽想要替程子柔出头，教训我这个前男友，那他就打错主意了。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碾压，他注定会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惨痛的代价。昨晚在我睡觉的时候，维保部队大队长张晨正在听寒冰小队队长叶倾城汇报关于昨天那场战斗的报告。叶倾城昨天晚上熬了个通宵，将暴天峰的战斗数据全部都整理了出来。此时他滑动着数据给张晨一一介绍。我们昨天收集了部分奴仆级魔兽、战兵级魔兽和2台囚徒机甲的尸体，经过数据还原，我们判断暴天峰的火力应该在5000以上，综合战斗力应该在15000左右。什么？张晨猛地站起身，一把夺过叶倾城整理出来的数据报告。15000，4星机甲都达不到这么高的综合战斗力吧？暴天峰不过是1台1级机甲，怎么都不应该有这么强的战斗力才对啊！叶倾城有些无奈地说道。我也不相信，所以我昨天算了一整晚，但是不管我算多少次，算来算去都是15000，排除所有不可能的情况，剩下的不管多难以置信，都是事实。大队长，这个数据应该没有错。叶倾城因为已经被震撼了一整晚，以至于他现在都有些麻木了。但是张晨虽然想过 SSS 级指挥官恐怖，但他没想过竟然恐怖如斯。他以为我开着1星机甲，无非就是尽力周旋，用战术获得了胜利。但是看着叶倾城递交上来的视频，那哪有战术啊，纯属莽夫战斗模式，二话不说就是干，一通轰炸，直接全都炸成碎片。倾城，下个月全国之战就要开始了。去年你因为没有契约指挥官，只在单人比赛中拿了一个完全排不上号的名次。如果今年你想拿下更好的名次，天辰将是你最好的选择。在他的改造下，你恐怕不仅能将你的真实实力发挥出来，甚至还能有不小的提升。你好好考虑考虑吧。下午咱们去一趟机甲学院，会一会这个天辰，看看他有什么想法。张晨的一席话直接说进了叶倾城的心坎里。叶倾城赶忙点了点头。下午2点半，我回到了教室，教室里王泽正靠在程子柔的肩上，迷迷糊糊的睡着。程子柔则是神情温柔的看着他的侧脸，小脸通红。我进教室的一瞬间就看到了这一幕，一时间我有些愣怔，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风景。这12年来，我以为程子柔性子直爽，大大咧咧，永远不会有这副脸红的娇羞模样。原来那只是我以为，只不过那是以前，我可能还会心里酸涩吃醋。但是昨天修理机甲一整夜，我的心早就被夏琳填满，双向奔赴的爱意让我彻底懂了什么是爱，以至于看到这一幕我只觉得恶心。看到我到来，教室里的学生们瞬间开始起哄。校园论坛上的那条帖子，经过1上午的发酵，早就已经在整个校园流传开来。学校还是头一次觉醒 SSS 级指挥官，他们也想看看顶级指挥官到底能厉害到什么程度。所以在王泽下战帖以后，全校师生全部都关注到了这件事，热度越来越高，教室里的起哄声愈发大了起来。王泽猛然间从睡梦中惊醒，睁开眼的一瞬间，便看到了站在教室门口的我。天辰，我还以为你怕了不敢来学校呢，躲了1上午，终于舍得露面了吗？他从今天上午在校园论坛发帖开始，就一直在等我的出现，结果直到现在才等来，不蒸馒头争口气。他今天下定决心要给我一点苦头尝尝，让他知道程子柔的选择没有错。我揉了揉耳朵，见过找死的，没见过上赶着求着找死的。区区蝼蚁也敢挑衅神明，要打就打，哪这么多废话？就在我准备开口时，一道冷冰冰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居然是叶倾城。他不好好在远郊练级区待着，来我们学校干什么？王泽看着我身旁的女人也是一怔，天辰这厮自己不敢接受挑战，竟然让一个女人出来替他撑腰。不过该说不说，这女人还真好看，比程子柔好看多了。这厮身边怎么这么多美女？王泽心生嫉妒，恨不得现在就将我千刀万剐。行了，别看了，怎么打？在哪打？你来定。我稍微往前走了一步，挡在叶倾城面前。堂堂大老爷们何须女人为自己出头？而站在王泽身后的程子
柔此时更是一脸惊诧，天辰昨天不是跟夏琳老师契约了吗？那这个女人又是谁？他们什么关系？难不成昨天天辰真的是为了气自己，找了夏老师来跟他演了一出戏？不然为什么今天他身边就换了人？哼，男人！程子柔自以为想通了一切，心里对我更加鄙夷。机甲战斗场，走！王泽说罢便朝着门外走去，我翻了个白眼，跟着也走了出去。广场上，拿到第一手消息的学生们已经占据了机甲战斗场上视野最好的位置，而姗姗来迟的学生只能挤在人群的最后面，垫着脚探着头，尽可能的往前凑，让一让，让一让。我也想看看是哪个勇士敢挑战 SSS 级指挥官。听说昨天校花程子柔跟天辰分手，就是因为这个叫王泽的，一口一个哲哥，我听得都恶心。天辰还没来收拾他呢，他倒自己送上门了。我要是天辰，我肯定把他往死里锤。夺妻之恨，不共戴天。拉倒吧，程子柔再漂亮，能比夏老师美，那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好吧？嗨，我当他有多牛呢？结果才一级指挥官，他没事吧？此起彼伏的议论声在广场上响起。半晌过后，王泽和我的身影朝着机甲战斗场缓缓走来。不是，你来我们学校干啥呀？远郊练级区那边今天给你放假了吗？我小声跟叶倾城咬着耳朵，放假来找你玩，正好看见你被人挑战，就想着给你撑撑腰。叶倾城脸上没什么表情，说出来的话也是硬邦邦的，不愧是寒冰小队队长，真够冷的。可是我已经有契约机甲了，你不是见过了吗？我像是无奈一般耸了耸肩，别演了，我知道你的指挥官天赋可以契约无数台机甲，你这一招对我没用。我一愣，我还真没想到叶倾城竟然能查到自己的指挥官天赋，谎言被当场拆穿，我一时间有些窘迫。我可以让你临时契约，如果你满意我的性能，可以做我的契约指挥官吗？许是当了几年的维保部队的小队长，叶倾城说话丝毫不拐弯抹角，有什么诉求直截了当，倒是让我高看了一眼。这我得跟夏琳说一说再决定，我总不能直接就答应了叶倾城，不然未免有点太不尊重夏琳了。哟，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妻管严呢。听着叶倾城的调侃，我也不觉得羞耻，反倒觉得相当的光荣。顶级的指挥官从来都不怕老婆，那叫尊重老婆。众人在机甲战斗场上站定后，王泽高声道：咱们也不搞3局2胜那一套，就打一场，你们要是输了，就给我和雨柔跪下磕个头。听到王泽的话我都想笑，他区一个 A 级指挥官，怎么敢跟自己说出这种话的？他真把自己当灯葱了？怎么牛皮哄哄的呢？昨天练级区里的那几只奴仆级魔兽，估计都能轻易把他们弄死吧？真的很无语。别啊，分什么输赢啊，咱们直接签生死契，没有输赢，只有生死。叶倾城不屑地吐槽道，在远郊练级区待了3年，他见过太多次生死，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在面对钢铁魔兽的时候，很有可能因为你一时的圣母心而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魔兽不会因为你举白旗投降而停止对你的伤害，所以在叶倾城的世界里，敌人只有死得透透的时候，对他才不会有威胁，没有什么所谓的胜与负，只有生与死。只不过叶倾城忽略了，这里不是战场，他面对的也不是钢铁魔兽，而是一群连战争是什么都不甚了解的学生，以至于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前一秒还人声鼎沸的广场瞬间安静下来。王泽的眉头更是狠狠地皱了起来，这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跟土匪一样呢？还生死契，玩命呢？倾城不要胡闹！就在这时，一个威严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我扭头一看，一个将近1.9米的威武男人，在校长江海的陪伴下，大步流星地朝他们走来。是大队长。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叶倾城唰的一声转过身，朝着男人敬了个礼。大队长，我虽然不认识张晨，但是通过叶倾城的称呼也知道，这是他的长官，职位比他高。我们的敌人是魔兽，而不是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一会下手的时候轻一点，别真的把他们打伤了。张晨其实是跟着叶倾城一起来到学校的，只不过他先去见了校长，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只不过在打听我的消息时，意外得知我被挑战了，这才赶忙带着校长赶了过来。没想到刚过来就听到叶倾城的离谱发言。张晨眼睛往我身上瞟了几眼，心里满意的不得了，一表人才，仪表堂堂， SSS 级指挥官，简直无可挑剔。是。叶倾城又敬了个礼，然后转过身看向王泽，一场战斗决胜负，来吧。话音落下，叶倾城直接变身 S 级赛车冰凤，通体的冰蓝色神圣庄严，蓝色的车灯像是神圣之眼俯瞰苍生，车身的周围散发着蓝色的雾气，像极了极寒之地散发的阵阵冰雾。冰凤出现的一瞬间，我感觉周身的温度都下降了几度。又是一台 S 级顶级赛车，却又跟夏琳的暴天风完全不同。一时间在场的所有看热闹的学生们惊讶的嘴都合不拢了。战斗场对面的王泽死鸭子嘴硬，到现在都不肯说一句软话。哼，不就是 S 级赛车，看老子怎么把你们踩在脚下。瞬间程子柔也变身成一台红色的赛车，王泽二话不说，直接拉开车门坐了进去。我被叶倾城的赛车形态惊艳了一瞬间，下一秒便回过神来，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坐好的一瞬间，叶倾城的临时契约便发了过来，我看都没看，不用，强制登录。一时间关于 S 级赛车冰凤的信息瞬间展示在我的眼前，姓名叶倾城，综合评级 S 级冰凤，适用能源核能、太阳能、燃料能源，机甲材质来合金钢加特种玻璃，契约关系未契约，改装次数0次，车况99%新，略有磨损。与暴天风的数据相比，冰凤虽然速度要比暴天风慢一些，但是因为车身使用的材料很高端，所以提供的防护能力也更强一些。车况虽然是有99%新，但是因为没有契约过指挥官，想必那唯一的1%损耗是在跟钢铁巨兽战斗时稍微磨损了一些。不管从车子本身的颜值来看，还是从车况来看，我对叶倾城已经算得上是相当满意了。我突然想起来昨天第一次见叶倾城的时候，他穿着维保队员的衣服，英姿飒爽。虽然没有契约指挥官，但是光是站在那里，
气势就磅礴而出。这股气势没有经过生死之战，绝对是培养不出来的。不由得我对这个冰霜美女多了一些好奇心。在我登录上机娘系统之后，叶倾城瞬间变换成机甲形态，同样是散发着淡淡冰霜雾气的蓝色战甲，3米高的机身，看上去充满了力量感，但是却又不失机娘本身的黄金比例身材。机甲身后飘着3根凤凰翎羽，让冰凤机甲整体看上去多了一些仙气飘飘的感觉。与此同时，战斗场对面，王泽和程子柔也做好了战斗准备。只不过1米9的机甲在3米高的机甲面前，看着就不堪一击。哇，又是一台 S 级机甲，天辰也太爽了吧！连续2天，连续2台 S 级机甲，这就是 SSS 级指挥官的魅力吗？话说你们觉得这场比赛哪边能赢啊？那还用说 ，SSS 级指挥官带 S 级机甲，你觉得有输的可能吗？那可不一定，骄兵必败。也许天辰以为胜券在握了，小瞧了王泽，翻车了呢。而且昨天王泽和程子柔就已经契约，他们可都已经磨合了一整天了。天辰跟这个漂亮姐姐，没准还真打不过。听着学生们的议论，校长江海不由得朝着张晨问道：“张大队长，你怎么看呢？他们2队你觉得谁能赢？”江海虽然是一校之长，但是他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 A 级指挥官，他这也是第一次亲眼见证 SSS 级指挥官的战斗，一时心里没谱。张晨闻言勾唇一笑，没有其他可能，这场战斗就算天辰闭着眼睛跟王泽打，王泽都没有一丝获胜的可能。别说 A 级指挥官配 A 级机甲了，就算是 SS 级指挥官配 SS 级机甲，面对 SSS 级指挥官都毫无胜算可言。不论是指挥官还是机甲本身，等级一旦超越 S 级，那么每隔一个等级，他们之间相差的便是外力无法弥补的差距。姑且不说别的，光是我的能量核心可以无限供给，支持机娘不限时间战斗，就足以打败99%的对手，更别提我其他强到无法估量的部分了。听着张晨肯定的回答，江海狐疑的看向战斗场。说实话，即便张晨这样说，他其实对王泽和程子柔还抱有一丝期待，当然更多的还是对我的战斗表现感到好奇。场中间，双方都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王泽坐在机甲室内操纵着中控台，指挥着程子柔瞬间冲了出去，我也同时操纵着叶倾城冲了出去。经过昨天1下午的实操，我已经完全适应了驾驶机甲战斗的感觉。虽然现在换了一台机甲，但是操作起来完全没有陌生感。而叶倾城此时才是真的有些诧异，源源不断的能量供给让他连起步都比平时快了几秒，而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也彻底不见了，就好像不管他怎么肆意消耗，我都有足够的能量支持他。难怪昨天暴天风接二连三的释放各种招式，却像没事人一样，完全没有他那种脱力的感觉。SSS 级指挥官果然如此恐怖，只不过让他震惊的才刚刚开始。冲出去的一瞬间，冰凤的油门直接被踩到底。虽然跟暴天甲的速度比起来，冰凤的速度算是比较慢的了，可是对手换成1级赛车，那冰凤的速度直接完胜。面对冲过来的王泽，看着迎面而来的冰凤机甲，心里不由得颤了颤。硕大的机体，凌冽的气势，王泽感觉自己的脖子上好像架着一把巨大的刀，但凡他动一下，都会被这把大刀直接斩首。S 级机甲的实力竟然强大到这个地步。在这之前，王泽觉得 S 级机甲和 A 级机甲不过只差了一个品级而已，他们也不一定就没有一战之力。可是此时王泽才真正意识到 S 级机甲的恐怖。看着叶倾城露在外面的眼神，王泽甚至感觉，如果不是张晨刚刚命令他不许打生死战，他真的会把自己杀了。这特么还是人吗？就在王泽开始胆怯的时候，坐下的幻变速灵瞬间朝着地面狠狠地砸了下去。程子柔大惊，瞬间从机甲模式变化成赛车模式。落地之后，程子柔甚至连1秒钟都没有坚持到，瞬间化作人形，大口喘着粗气。看到这一幕，江海的眉头紧紧皱起。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明显是指挥官给机甲提供的能量不足，导致机娘无法持续机甲模式。按理来说，这才短短几分钟 ，A 级指挥官的能力不应该只是如此才对啊！他的心态崩了，以至于能量核心受到了影响，无法持续为机娘提供能量。之前在战场上，很多战士就因为出现了这种问题，导致机毁人亡。作为一名指挥官，心性如此脆弱，甚至直接影响到机甲本身，这会直接导致机甲对他产生不信任的情绪，连自己最亲密的伙伴都不信任他了，他们的契约关系也就该结束了。这个指挥官以后恐怕难成大事，至少跟部队无缘了。张晨轻轻摇了摇头，对这一场挑战有些失望。他还以为这人敢越级挑战，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没想到竟只是一场闹剧。同样是指挥官，昨天天辰第一次驾驶机甲战斗，连2台囚徒机甲都斩于马下，可想而知他的心性有多稳定。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一旁的江海听到张晨的吐槽，老脸羞得通红。维和部队大队长来学校参观，结果看到这么丢人的一幕，这让他校长的老脸往哪放啊？场内程子柔化作人形的一瞬间，叶倾城也赶忙停了下来。我看着化作人形的程子柔一脸懵逼，就这替人尴尬的毛病总改不了，我现在都替王泽骚得慌。发起挑战的人是他，气势汹汹的人也是他，结果到头来连碰都没碰到，直接腿了，要不要这么搞笑啊？而王泽现在还被叶倾城刚刚散发出来的杀气吓得瑟瑟发抖，就连程子柔屁股着地摔了个四仰八叉都来不及管，真是个废物。程子柔刚刚只感觉体内的能量瞬间被抽空，完全没给他落地切换形态的时间，因为屁股着地，他此时还真有点疼得站不起来。但是比起身体上的疼痛，他心里的疼更深。程子柔对王泽抱有相当高的期待，他也想趁机敲打我，让我知道自己找了个多好的指挥官。结果呢，简直丢人丢到姥姥家了。看到王泽坐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样子，跟战场上的逃兵有什么区别？他到底是着了什么魔？竟还以为他是当年的王泽哥哥。这种胆小如鼠、不堪重负的人，凭什么当他的指挥官呢？要不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真的恨不得当场就跟他解除契约。程子柔扶着地面颤颤巍巍地站起身说道：“天辰，这一次算你赢了，你也不过是有一台 S 级的机甲而已，有本事下一次用同等级的机甲。”我翻了个白眼，别了，我怕再把你的指挥官吓得尿了裤子，到时候讹上我咋办？离我远点，别再来挑战我了，浪费我这么多时间，很烦。瞬间
间冰缝机甲消散，叶倾城俏生生的出现在我身边，什么话都没说，转身一起走下了赛场。站在台下的张晨看着这一幕无比的欣慰，真是郎才女貌，帅哥配美女，绝配啊！另一边我和叶倾城去找了夏琳，用我的话来说就是那些可以，但是必须得跟正宫娘娘说一声。轻轻敲了敲夏琳办公室的门，只听里面高跟鞋噔噔噔的声音，紧接着门瞬间被打开。老公，夏琳没想到我身边还有人，一时间红了脸。叶倾城，你怎么会来我们学校？我来契约天辰当我的指挥官。叶倾城的语气冷冰冰的，没什么温度。不过夏琳既然问他了，他也有问必答。夏琳脸上的笑容稍微僵硬了一瞬间，其实从跟我契约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做好了选择。此时听到这个消息，他也只是稍微有一点诧异，但是并不反感。就像他说的，一个 SSS 级指挥官是要去契约航空母舰的，能契约他已经是他的荣幸了。而且我又是一个这么好的人，他也心甘情愿。其实昨天你把私人名片递给天辰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你会成为他契约机甲的准备了，只是我没想到这么快。你们不用担心我，只要天辰同意，我是没有意见的。夏琳的话让叶倾城提起来的心瞬间落了地。他昨天看他们配合的那么默契，还以为夏琳多少会为难他呢，没想到竟如此顺利。那我们契约吧，天辰。我看了看叶倾城，随即点了点头。话音落下，叶倾城瞬间变身，通体蓝色的冰缝眨眼间出现在我眼前，车身上淡淡的冰雾让整个办公室的温度瞬间下降了几度，真好看，比我的原身漂亮好多呀。夏琳还是第一次看到叶倾城的赛车形态，一时间竟被迷晕了眼，尤其是车尾随风飘荡的3根凤翎，实在是漂亮的让人移不开眼。不愧是跟自己一样的 S 级赛车，9个喷气孔，顶级赛车，上来吧，还愣着干什么？见我迟迟没有动静，叶倾城忍不住的催促道，自己觉醒 S 级赛车已经整整3年了，眼看相中的指挥官就在面前，却迟迟不来契约，他心里不由得有些着急，患得患失的情绪愈发严重。毕竟再好的宝贝没装到自己口袋里，总担心别人惦记。见状我赶忙拉开车门上车。话说你虽然也是 S 级赛车，但是你的防御能力真的好强啊，不过相应你的速度还是太慢了，没办法，想要找一个足以匹配我的引擎太难了，而且又贵，我都觉醒3年了，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上了战场以后，很多时候我都是把自己当肉盾硬扛，但凡敌人速度快一些我就没办法。叶倾城很显然对自己的性能很了解，他也曾试着做出改变，但实在是没办法。无妨，你的引擎交给我，这2天咱们再去一趟远郊练级区，就当是彩礼钱了哈。我勾唇一笑，想起指挥官仓库里的那几张曲率引擎碎片，心下有了主意，不就是再杀几只囚徒机甲吗？这都是小问题，有叶倾城在身边，区几台2星囚徒机甲应该也不愁找不到。到时候叶倾城的速度提上来之后，再加上他本身超高的防护性能，简直就是战争杀器。天辰叶倾城即将进行契约，共感系统对接成功，神经系统对接成功，交互系统匹配成功，契约正式完成。就在这时，我的脑海中响起一道电子音：恭喜您成功契约第2台 S 级以上机甲，指挥官专属商城正式开放，恭喜您获得1万积分奖励，积分可在商城进行兑换抽奖。这时冰缝的车门从内部打开，在契约成功的时候，夏琳就已经将我和叶倾城契约的信息录入了系统，两人的关系也正式合法化。滴滴滴滴，此刻的叶倾城本来打算一会带我去一趟维保部队，毕竟张晨有意招揽我，谁知道他的通讯器却突然开始响个不停。作为远郊练级区的寒冰小队长，他自然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天辰，我现在要回一趟远郊练级区，如果你明天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远郊练级区找我，顺便跟我去一趟维保部队，我们大队长有事要找你。好，那我明天去远郊练级区，顺便把你的彩礼钱挣到手。说实话，刚刚跟我契约，叶倾城真的不想走，但是他的身份摆在这，不容他胡闹。放学后，我驾驶着暴天风回到了夏琳的家，一路上我满脑子都是今天刚刚激活的指挥官专属商城。我调出自己的属性面板，唯一让我关注的就是那2万多的积分。指挥官天赋激活的时候，曾奖励过自己1万积分，这次契约叶倾城又奖励了1万，剩下的应该是上次跟夏琳在远郊练级区杀怪获得的积分了，也不知道这些积分到底有什么用。想到这里，我打开了专属商城，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满屏幕的商品排列的整整齐齐，从引擎到超导炮无一不有，东西是很全面，但是价格也很贵，一个 F 级的小螺丝竟然就要10积分，E 级的100积分，D 级的1000积分，而成品配件那就更贵的离谱，最低级的 F 级引擎就要100万积分，而那个完整的曲率引擎后面飘着一串0，我眼睛都看花了。奈何我本身的起点高的离谱，契约的2台机甲全部都是 S 级机甲，一颗螺丝钉的价格都让我脑瓜嗡嗡作响。上一秒我还高高兴兴偷着乐，下一秒就被这离谱的价格打回了现实。这商城有啥用啊？2万积分在这里面根本就什么都买不起啊！真要靠杀怪获得积分，那得杀到什么时候去？命运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可惜却什么都买不起。我长叹一口气，属实有点难受。不过我很快回过神来，顺手在商城中划拉划去，看看还有什么面板。秒杀格、运气场这2个频道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点了进去。超导武器电磁炮10001秒杀。我点进去的一瞬间，想都没想直接按下秒杀键。恭喜您获得超导武器电磁炮，快去给您的机甲装备上吧。不知道是这个商城里没有其他人，还是我真的手快的原因，这台超导电磁炮我竟然真的秒杀到了。此时看着仓库面板中放着的那架大炮，我一时间有点懵逼，今天的运气这么好吗？本来我还想着再继续在秒杀格待一会，看看能不能再秒杀到什么好
好东西，可惜整整10分钟面板都没有刷新。我索性推出秒杀格，又点开运气场，特殊卡片1万积分，里面有可能藏着宝藏哦。精神力提升卡1000积分，敏捷力提升卡1000积分，力量提升卡1000积分。运气场中全部都是一张张价格不一样的卡片，这些卡片全部都是对指挥官有所提升的功能性卡片。要知道，男性在18岁觉醒指挥官之后，这一辈子就只能在自己品级下尽量提升级别。就像我觉醒了 SSS 级指挥官，我最高也只能达到 SSS 级9级指挥官，并不能超越 SSS 级。而指挥官品级的界定，就是根据指挥官的这一项数据综合判定的。人类与钢铁魔兽不同，人类虽然有无限的潜能，但是普通人最多也不过只能开发出18%，毕竟是血肉之躯，即便长年累月的练习也总会到达瓶颈。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这个瓶颈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人潜能的终点。可想而知，运气场里的这些卡片对于一个指挥官来说有多重要。只要有足够的积分，没准真的可以将一个 F 级指挥官一步步打造成 SSS 级指挥官。比起那些天价的机加配件，运气场的东西才是我指挥官专属商城的镇城之宝。看着自己仅剩的12000积分，我一咬牙，狠心直接花了1万积分把特殊卡片买了下来。恭喜您获得赋能技能试验十字斩！一瞬间，我的脑海里像是被重锤砸了一下，试验十字斩的使用方式便出现在自己的脑海里。缓了缓头部的剧痛，我开始查看第一个赋能技能：试验十字斩，指挥官可以独立施展斩击，有护身保命之功效。试验十字斩，指挥官可与契约机娘相配合施展斩击，斩击威能提升100%。试验十字斩，指挥官可强行登录为契约机娘，强行控制机娘施展斩击，斩击威能减半。看完试验十字斩的介绍，我只觉得脑海中轰的一声炸响。好家伙，这是什么意思？合着这技能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成功发动的，只不过是威能翻倍和威能减弱的区别而已。这要是在生死关头，技能只要能放出来，那就有逃脱的可能。这简直堪称神技啊！这1万积分也太值了吧！因为过于兴奋，我的身体甚至有些激动的发抖。夏琳感受着我的变化，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的神色。这小混蛋在他车里干啥呢？奈何我并不知道夏琳想歪了，此刻恨不得现在就赶紧给夏琳赋能，体验赋能技能到底有多强大。随后我用最后的2000积分买了一张精神力提升卡，买了一张速度提升卡。我的指挥官天赋注定了我会契约很多台强力机甲，或许有一天在战场上，自己要面对同时操控多台未契约机甲的情况，而这些都需要建立在有强大精神力的基础之上。契约夏琳的时候我还没什么感觉，但是今天契约完叶倾城的时候，自己明显感觉自己的精神力有些薄弱。想要驾驭 S 级以上的战甲，需要的精神力不是一般的强，这还只是2个就已经感觉有些薄弱，万一以后再碰上更强更好的战甲，结果却因为没有足够的精神力去驾驭，那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啊！说出去都能笑死人。所以我想都没想，第一张直接买了精神力提升卡。至于速度提升卡，在我对比之后也是最好的选择。就在我把积分花的差不多的时候，夏琳也总算到家了，我甚至都来不及多说，直接拉着刚变成人形的夏琳往家跑。你看你那猴急的样子。夏琳有些无语，这难道就是新婚的男人吗？这么急，快躺下。我刚刚抽到的赤焰十字斩跟夏琳的机甲属性无比的契合，所以根本没有多想就准备给她先配备上。老公，咱要不然先吃饭，现在天还亮着呢。我看着夏琳的表情就知道她误会了，明明以前在学校见到夏琳的时候，她是那么高冷美艳，怎么跟自己契约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又娇又媚，比自己还会开车。于是我看着夏琳调侃说道，我新得了一个赋能技能，本来想给你配备上的，如果你不想要，那我要不联系叶倾城，他应该挺想要的吧。我的话音还没落下呢，就见夏琳哗的一声躺在了改装台上。我要，你敢给叶倾城，我就。夏琳小脸微红，想说狠话威胁我，但却又一个字都舍不得说。我的心一瞬间化作一汪温水，这傻女人连一句重话都舍不得对自己说。我摇了摇头，勾唇一笑，低头将赤焰十字斩给夏琳装备上。改装完成的夏琳综合战力直接飙升到18000，看着自己的节奏我无比的满意，又向 SSS 级机甲更进一步了。而亲身经历过改装的夏琳此时更是激动无比，赤焰十字斩对于她来说可以算得上是大招一般的存在了。作为一辆看着好看的赛车，夏琳一直觉得自己的攻击性手段太少，根本不配当我的战甲。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不管是量子追击炮还是赤焰十字斩，都能让夏琳爆发出超强的战斗力。在战斗的时候，这就是保命用的必杀技。老公，快来教我大招怎么放呗！听到夏琳的请求，我二话不说，手把手将刚刚在车上领悟到的经验交给了夏琳。第二天一早，我和夏琳直接出发去了远郊练级区。叶倾城仍然穿着那一套维保部队的衣服，兢兢业业的值岗。看到我的一瞬间，立马朝着我们走了过来。而寒冰小队的其他队员在看到我的时候也都愣住，眼看着他们平时像冰山一样的队长，在看到我的一瞬间便露出甜美的笑容。他们感觉天好像都要变了一样。不是，我错过了什么？为什么队长看着好像跟那个天辰很熟的样子啊？我也不知道啊。上次天辰跟囚徒机甲打的时候，队长不是提前走了吗？难道不是不喜欢天辰的意思吗？错。据小道消息称，队长昨天跟着大队长去了天辰的学校，好像就是为了跟天辰契约的。你们没发现吗？昨天下午咱们跟魔兽战斗的时候，队长变强了。啥？队长跟天辰契约了？可是天辰不是有契约机甲了吗？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也是听说的。不过你看队长那不值钱的样，我估计大概率是真的了。而另一边，叶倾城布满冰霜的脸瞬间挂上温柔的笑容，问道：“你们来了？我昨天回来以后跟上级汇报过了，挑出来3个早就该执行死刑的囚徒机甲。不过你确定只要3台就可以吗？”经过上一次的战斗，我从2台囚徒机甲中获得了曲率引擎的碎片，所以我大胆猜想，斩杀2星囚徒机甲就可以获得曲率引擎碎片。所以昨天晚上我早就跟叶倾城打了招呼，让他提前准备好。没想到事情竟然这么顺，3台2星囚徒机甲这么轻松就准备好了，应该可以吧？我试试。我化落夏琳瞬间变身机甲形态，量子追击炮发动，眨眼的功夫就将3台2星囚徒机甲斩杀。
下，果不其然，囚徒机甲死亡的一瞬间，我又听到了冰冷的机械音：击杀2星囚徒机甲，奖励曲率引擎碎片乘以6，积分增加300乘以1。播报完后，我在看指挥官仓库的时候，曲率引擎碎片已经凑够了10块，是否将曲率引擎碎片乘以10，合成曲率引擎乘以1？我毫不犹豫地按下是，曲率引擎合成成功，请把它装在你的机甲上吧。走吧，答应你的彩礼该给你了。当着众人的面，我牵过叶倾城的手，走向休息区。明明烈日正当头，寒冰小队的队员们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竟然感觉空气都冷得快要结冰了。队长竟然真的跟天辰契约了。休息室里，我将昨天在秒杀阁秒杀到的那个超导武器电磁炮，还有刚刚合成的曲率引擎，全都拿了出来。叶倾城的赛车形态冰凤，虽然是 S 级战车中的顶尖，但是其实它存在的问题也相当大。冰凤的机身和机架用的都是最好的材料，防御能力自然是没得说，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出在速度和攻击技能上，因为车体本身的重量相当重，导致它本身的速度特别慢。一个速度很慢又没有什么攻击技能的机甲，说实话，要不是它的抗击打能力超强，恐怕早就在一次次的战斗中碎成渣渣了。我昨天用了速度提升卡，以至于我在给叶倾城更换曲率引擎的速度相当之快，游刃有余的动作，有条不紊的工序，还有信手拈来的超高精度掌控，让休息室里所有围观的人们不由得惊呼出声。别看我速度快，精准度其实也是没得说的，即便是一个很小的螺丝，自己都认真的不留一丝差错。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将曲率引擎彻底改装完毕。随后我又将超导武器电磁炮也给叶倾城装了上去。超导武器电磁炮的等级虽然没有达到顶级，但是在 S 级远距离武器中也算得上是很不错的了，不仅能远程发射，还是范围性伤害。对于叶倾城来说，这个武器刚刚好。又10分钟过去，我拍了拍手，满意的看着面前的冰凤。做完这一切后，我跟叶倾城和夏玲来到了维保部队。作为保障帝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维保部队可谓庄严又肃穆。门口站岗的队员看到叶倾城，赶忙给3人让开了通道。叶队长、张大队长已经等您很久了。叶倾城点了点头，迈开腿走了进去。我和夏玲还是第一次来维保部队的办公区，虽然这里跟学校一样都是一栋栋的5层楼，但是气氛却严肃了100倍。与此同时，维保部队大队长办公室，张晨正在办公桌前坐着，看着刚刚递交上来的报告，眉头紧紧皱着。远郊练级区的这些钢铁魔兽越来越不安分了，就连曼巴监狱里关着的囚徒机甲也都蠢蠢欲动。照现在的情形来看，恐怕用不了多久，魔兽们又将开始新一轮的攻击。维保部队今年已经平息了数次钢铁兽潮，人员伤亡惨重，如果再扛几次，恐怕真的要扛不住了。到时候第一个受到重创的就是远郊练级区边缘区附近的人类聚集区。张晨的眼神看向手边放着的文件，文件的最上面赫然是我的照片。SSS 级指挥官被特别标红，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扛起最重的旗帜。张晨看着看着，不由得又重重叹了一口气。下一秒，张晨的办公室门被敲响，张晨赶忙将装有我信息的文件收起来放在一边。大队长，叶小队长带着天辰来了，还有吴忠孝的儿子吴昊，听说叶小队长来您这也来拜访。张晨想了想说道，让他们先在外面等一会吧，我一会过去。是。维保队员走后，张晨轻轻揉了揉眉心，该来的躲不掉。天辰既然契约了叶倾城，那他的感情问题也该他来处理。另一边，叶倾城听张晨有事要处理，微微蹙了蹙眉，带着我和夏玲刚走到楼下，就看到吴昊朝着他们走了过来。倾城妹妹，好久不见了，你可让我好找啊。听到吊儿郎当的声音传来，叶倾城的脸色瞬间变得厌恶。吴昊，吴忠孝的儿子，一个跟那级校花公交车打得火热，却又始终想要契约他的 B 级指挥官，而叶倾城毕竟还要在部队工作，多少要顾及吴忠孝的面子，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他都是能躲就尽量躲着，不正面跟吴昊发生冲突。可这人就像是被人在嘴里嚼过千百遍的口香糖一样，恶心又粘人。见此，叶倾城冷冰冰地说道：“躲开！”吴昊眼看叶倾城要走，直接快步拦在了他身前，脸上带着邪笑：“倾城妹妹别走啊！我都从远郊练级区找到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跟我吃顿饭的时间总有吧？我爸爸马上就要升上校了，你要是伺候好我，我明天就能让你再也不用听张晨那个老匹夫的话，取代他当上大队长，怎么样？心动吗？我心动你马个头！”叶倾城也不惯着他，张口就是美丽的龙国话：“你别给脸不要脸！2年了，老子追着你跑了2年，你特么摆着这一副禁欲脸给谁看呢？还真以为自己是 SSS 级机娘高不可攀吗？一个破 S 级机娘，清高给谁看啊？”说着，吴昊就准备动手拉叶倾城，但是一眨眼的时间，一个又高又大的身影挡在叶倾城的前面。你动他一下试试。声音像是藏了刀子一样，瞬间让吴昊僵在原地，冷汗不由得从额头渗出，滴滴答答砸在地面上。只不过吴昊上面有人，所以身子只僵了一下便回过神来。你特么谁啊？敢挡老子的路？吴昊仰起头看我的时候，才发现我的身边跟着另外一个美女，不管颜值和身材，一点都不输叶倾城。一时间眼睛里又闪起了红星。好兄弟，别生气啊！难不成你也喜欢叶倾城？那这个娘们我让给你，你把你身边的这位漂亮妹妹给我，咱们交换一下呗。吴昊的话都没说完，我直接掐着他的脖子，脖子处的窒息感让吴昊忍不住的挣扎。可是不管他怎么用力拍打我的手，那2只卡在他脖子上的手就像钳子一样，紧紧的箍着他，纹丝不动。你爹没教过你不要觊觎别人的女人吗？如果没教过，那今天就当教过了。感受到吴昊挣扎的力气越来越弱的时候，我直接将人往旁边一甩，狠狠砸在了地上。重新呼吸到空气的吴昊完全顾不上摔在地上的疼痛，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有那么1秒钟，他真的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你他哥知道我是谁吗？我爹可是……嗨！吴昊趴在地上顾不上狼狈，磕磕巴巴的对我说着狠话。你爹不是刚刚教过你不要觊觎别人的女人吗？这么快就忘了？我的好蛋儿，记吃不记打，难不成你是真想死了？我蹲下身子，单手掐着吴昊的脸颊，另一只手他脸上甩了几下。吴昊又怎么忍得了这种侮辱，嘴里骂骂咧咧：“我爹可是忠孝，你敢这么打我？你信不信我让你在部队混不下去？”一时间拍在吴昊脸上的手紧握成拳，一拳砸向吴昊的面门。吴昊整
整个人往边上一歪，哗啦啦吐出来2、3颗牙，满嘴的血腥味让他再也不敢说一个字。你爹，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别来找我的不痛快，也别再让我看到你觊觎我的女人，不然就不像今天一样只是掉2颗牙就能解决的。听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我不敢了。前一秒还很嚣张的吴昊，下一秒便伏在地上求饶。听到动静正往这边赶来的队员们不由得放慢了脚步。这爷是谁啊？连吴忠孝的儿子都敢打？不认识，不过听说好像是大队长亲自邀请来的，应该身份不低吧？你们也不看他身边跟着谁？叶小队长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能让他面带微笑亲自带来的人能好惹吗？维保队员看到事情已经结束了，赶紧脚底抹油跑了。这事儿不是他们能掺和的。而叶倾城在看到我替他出头的时候，不由得鼻尖泛酸，眼眶微红。别看叶倾城是寒冰小队的队长，平时说一不二，好像位高权重的样子，但事实上那也只是在寒冰小队，在远郊练级区才有那样的地位。他从小无父无母，孤苦伶仃一个人长大，没有深厚的部队背景，更没有有权有势替他撑腰的家境。也就是在18岁的时候意外觉醒成为 S 级战甲，才让他有了进入维保部队的机会，一步步用命在战场上厮杀，才终于用了3年的时间混了个小队长的职位。也正是因为没人给他撑腰，所以在面对有权有势的吴昊骚扰，他即便有能力也不敢反抗，惹毛了吴昊，他可能连最后能够栖身的维保部队都没法继续待下去了。可是刚刚我在吴昊出手的那一刻，毫不犹豫地挡在他面前时，叶倾城冰山一般的心猛地狂跳起来。这是第一次有人毫不犹豫地挡在他面前，为他挡去所有的伤害。说不敢动是假的，他好像真的为自己挑了一个好丈夫。看着吴昊落荒而逃的背影，叶倾城眼眶里蓄满的泪水瞬间不受控制地涌出，随即猛地扑进我的怀里，甜甜喊了句老公，温软的娇躯入怀。我不由得愣怔在原地，感受到怀里的女孩抽泣，胸口的衣服隐约传来湿润的感觉，我不由得有点心疼。那么高冷那么骄傲的一个人怎么会哭了呢？我将人揽在怀里，抬手轻轻拍打着女孩的后背，没事，有我在呢。一句话让叶倾城多年筑起的城墙轰然倒塌，那颗冰山一样的心瞬间化作一汪春水。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叶倾城的泪水终于停了下来，缓缓从我怀里退出来的时候，他才看见我的衣服都被他哭湿一大半。旁边静静等待的夏琳一脸促狭的笑，叶倾城不由得脸色酡红，从未有过的不好意思的情绪让他恨不得现场挖个3室2厅把自己埋起来。当众人来到了张晨的办公室，堂堂维保部队队长张晨竟丝毫没有高官架子，亲自起身相迎。小陈，快来坐。我赶忙走了过去跟张晨握了握手。昨天在学校的时候，我跟张晨也算有过一面之交，只不过昨天并没有跟张晨说过话，以至于我现在有些拘谨。张队长太客气了，嗨，别叫我张队长，我把倾城当女儿看待，你就跟他喊我陈叔就行。虽然之前从未接触过，但是张晨爽朗的性格十分对我的胃口，以至于两人不知不觉竟有一些相见恨晚的感觉。一番寒暄过后，张晨的面色稍微严肃了一点。天晨，不知道你有没有进入部队的想法？听到张晨的问话，我也没有太过诧异，毕竟我觉醒的是 SSS 级指挥官，一个 SSS 级指挥官那就等同于一个部队，在战场上甚至能够起到改变战局的作用。维保部队必定不会轻易放过，可是我现在只是 SSS 级1星指挥官，我的等级太低了，进入部队恐怕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吧。听到我的话，张晨摇了摇头。天晨，别太妄自菲薄，如果你真的起不到什么作用，那你契约的机甲暴天锋是怎么做到1星战甲就有15000综合战力的？那可是几乎跟4星战甲的战力一样了。张晨不由得扭头看了看一旁的夏琳，这就是天晨契约的第一台 S 级赛车暴天锋吗？果然很优秀。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张晨以为我在犹豫，不禁又抛出一个巨型炸弹。天晨，据我所知，你的指挥官天赋是无限机甲同调吧？那就意味着你可以契约很多的机甲，不知道你有多少资源能够砸在他们身上吗？没有足够的资源，你契约的机甲想要有所提升，那可难上加难。再过几个月部队有一场全国大赛要比，只要是部队人员都可以参赛。据我所知，今年的奖励特别丰厚，尤其是冠军，听说有好几个高级配件和大量的能量晶体。单人赛是按照1台机甲积分制的，团队赛则是多台机甲合作积分制的。像你这样一个人能契约多台机甲的，如果直接承包单人赛和团队赛第1名的话，想必资源肯定很多吧？哎，可惜了，你不是部队人员，没法参赛。说到这，张晨微微叹了一口气，像是十分惋惜一般，轻轻摇了摇头。听到张晨的这番话，我的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全国大赛听着就高端，说实话我真的心动了。陈叔，我加入维保部队，到时候的全国大赛我也参加。张晨猛地站起身，钢铁一般的手在我的肩膀上重重地拍打了几下，放声大笑道：哈哈哈，好小子，不愧是我看上的人，就是有魄力，年轻气盛，未来可期。那我现在正式将属于你的东西全部发给你。说着，张晨就走回办公桌，拿出一份文件。天晨同志，鉴于你在远郊练级区特别事件中单枪匹马杀死2台2星囚徒机甲，保卫了人类生存区域的安全，表现优异，现授予你弓如猛虎荣誉勋章。同时，维保部队将你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可自行组建战斗团队，可申请为私人领地。最后奖励你龙国币10亿，10个亿的现金。虽然买不了几个顶级装备，但是也够我挥霍很久了。一时间我更是庆幸自己选择加入维保部队。对了，陈叔，不知道部队里有没有还没有契约的强大机娘啊？如果我想在全国大赛中拿到名次，我需要一些很强大的机娘，比如漂亮一点的也行，性能啥的不重要，他想要啥我给他啥就是了。张晨想了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你们隔壁机甲大学的校花柳如烟，作为帝都机甲大学的校花，柳如烟从入校开始就收获了一大批粉，甚至是比他高年级的指挥官都想要将他契约成自己的机娘。柳如烟今年觉醒了 SS 加级天穹战鹰，原身是一架战斗机，不过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跟任何人契约。如果你能成功跟他契约的话，对于你接下来的比赛也是一个强劲的助力。听完张晨的分析，我点了点头。现在说这些都太早了，人家还不一定能看得上我呢。我摊了摊手，无奈的说道：陈叔，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还有合适的人选？有是有，只不过是我女儿，我还在思考要不要把她介绍
绍给你。听到这话，我一时间有些发愣。张晨看着我的表情，怒火一瞬间就燥了起来。这是什么表情？看不上我女儿是怎么的？我女儿可是 SS 级核潜艇，要不是她只支持核能，而且没有制海权，她也不至于受这窝囊气，被迫当一个机甲维修师。我女儿个子高，身材又好，长得又漂亮，跟你契约那都是便宜你小子了。说着说着，张晨竟然鼻尖一酸，眼眶里隐约含上了泪水。他的小棉袄原本是他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手里怕化了的宝贝，谁知道觉醒了个核潜艇，在帝都毫无用武之地不说，连个合适的指挥官都找不到，一天天只能面对各种各样破损毁坏的机甲，不停的修，张晨都快心疼死了。好不容易看上天辰这个好苗子，结果我竟然露出这种表情。他就这么一个女儿，没想到女儿要跟别的男人契约，离开自己。张晨总是不由自主的感觉心塞，胸口堵得慌。见状，我立马拍了拍胸脯说道：“陈叔，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天辰不是那种不当人的人，您就放心吧。”张晨擦了擦略微湿润的眼角，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看了半晌，随即点了点头。就在张晨和我相谈甚欢的时候，叶倾城腰上的对讲机骤然间响了起来，呼叫叶队，远郊练级区的魔兽发生暴动，我们已经尽力抵抗，马上就要扛不住了。收到消息的一瞬间，叶倾城猛地从椅子上站起身，张晨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倾城，现在出发，以最快的速度前往远郊练级区，一定要守住这一次的兽潮，绝不能让兽潮突破人类最后的防线。是，说着叶倾城就要往外走，我赶忙起身跟了上去。虽然兽潮确实会危及到边缘区附近的人类世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也是难得一求的大好机会。我甚至已经看到了杀怪得到的大量奖励，还有指挥官商城里明码标价的商品了，这大好机会怎能错过呢？警告！检测到2000米处有大量钢铁巨兽出没，请及时撤离。我完全不管雷达的提示音，将暴天风的速度提升到最快，朝着兽潮冲了上去。到达练级区后，叶倾城瞬间变化成人形态，看着大批的兽潮，叶倾城的眉毛紧紧皱成一团。怎么会这样？昨天不是都已经在兽潮发生前平息下来了吗？今天怎么还会有这么多钢铁巨兽啊？而且远郊练级区多出来这么多会飞的魔兽，这还怎么打呀？在面对会飞的魔兽时，除了配备了推进器的机娘之外，就只有本身会飞行的战斗机这种类型的机娘能够进行战斗，而寒冰小队却没有一个会飞的机娘。看着天上飞舞着的钢铁巨兽，叶倾城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也许这一次真的守不住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耳边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倾城，你去组织人手，迎接下一波兽潮，第一波先交给我，我应该能处理掉先头部队。”我的话音落下，夏灵瞬间化身暴天风战甲，在推进器的辅助下，眨眼间便消失在叶倾城面前。叶倾城也不敢耽搁，赶忙冲向寒冰小队。另一边，张晨将叶倾城派出去之后，赶忙开始调派兵力。城市内部先不用管，现在首要任务是把远郊练级区的边境部分守住，不然的话，边境线一旦被突破，城市内部早晚都玩完。小李，军火库里的那些远程热武器都派出去没有？报告大队长，已经全部都出动了，不过支援到位需要15分钟的时间，不知道寒冰小队能不能守住这15分钟啊？让他们加快速度，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支援。是。张晨抚了抚眉心，赶忙又打了个电话，城市内部只留一台4星半的机甲守家就行，其余所有机甲全部出去支援边境，将那些受伤的机娘先替换下来。所有的指挥官也都来远郊练级区集合，全部参加战斗。这一次的兽潮来势凶猛。张晨挂断电话之后，猛地着急就往外冲。远郊练级区深处，我驾驶着暴天风冲入战火最深处时，整个战场到处都是机甲的残肢断臂，钢铁碎片散落了一地。我低头看了看车内的雷达扫描图，方圆1000米内到处都是发亮的红点，不光地上布满了钢铁巨兽，就连天上都飞着硕大的巨龙。除了寒冰小队之外，其他负责远郊练级区维保工作的小队几乎拼尽了全力，奈何他们并没有飞行装置，以至于面对天上的魔兽完全无可奈何。从地面打上去的炮弹，即便命中飞行巨龙也无法穿透他们坚硬的铠甲，跟刮痧没什么区别。到达战火最密集的地方，我操作着中控台，夏灵瞬间变换战机形态，3米高的机娘膨胀成5米高的战机，背后旋翼门化作的双翼，在推进器的辅助下，直接朝着天空中飞行的钢铁巨龙疾驰而去。地面上正在与钢铁巨兽缠斗的维保队员们，在看到暴天风时不由得惊呼出声：“那机甲居然会飞呀！我还是第一次见能飞的机甲呢，应该是 SS 级战斗机吧？它的速度真的好快，不管是不是战斗机，看样子我们应该是有救了。姐妹们，天上的战场就交给他，我们守好我们自己的地面战场。”是。众机娘们齐喝一声，随即再次投入到这残酷的战斗中。驾驭着暴天风，我想都没想，直接用最快的速度飞到了钢铁巨龙的头顶上方。别看这些钢铁巨龙看上去好像很庞大似的，事实上他们不过只是一群奴仆级别的魔兽，我甚至都不用太耗费精力，轻轻松松就靠着近身战将一只奴仆级巨龙杀死。击杀奴仆级巨龙，获得能量晶体乘以1，积分10乘以1。听着耳边不断传来的播报声，我的杀气更加凛冽，嘴里不断念叨着80，一刀80，一刀一个。我就像是在跳一曲优雅的华尔兹一样，旋转跳跃间，一具钢铁巨龙便失去了生机。眨眼间，我的指挥官仓库里竟已经收集了整整58枚能量晶体。也就在这个时候，天上为首的那头钢铁巨龙冲着天空嘶吼一声，所有的巨龙瞬间看向我。检测到附近有战兵级魔兽出现，请指挥官及时应对。终于注意到我了吗？夏灵准备好，我们要上了。我的量子追击炮已经蠢蠢欲动，机甲内部夏灵娇媚的声音传来，我像是吃了菠菜的大力水手一样，
样，整个人瞬间都亢奋了起来。推进器继续加速，暴天锋迎着战兵级钢铁巨龙面对面飞驰而去，领头的奴仆级钢铁巨龙被一刀一个斩落，随后便听到地面战场上传来的砰砰落地声。那战兵级钢铁巨龙看着一个个小弟陨落，顿时怒气冲天，将近10米半的翅膀扑扇一下便朝着我飞了过去。暴天锋背后的2根又粗又大的炮筒缓缓升起，直直的瞄准朝飞驰而来的战兵级钢铁巨龙。量子追击炮锁定，发射！轰轰轰！数十发炮弹轰然砸向那战兵级钢铁巨龙，10米半长的大翅膀瞬间被轰烂，钢铁般的身躯也被洞穿，一时间空气中本就弥漫着的血腥味更加浓郁。战兵级钢铁巨龙朝着地面狠狠地砸落下去，击杀战兵级钢铁巨龙，获得战兵级能量晶体乘以1，积分100乘以1。目光看向不远处的大量钢铁巨龙，我勾唇一笑，宛如救世主一般逆行而去。地面上叶倾城召集所有寒冰小队队员，处理掉落跑出来的奴仆级魔兽后，转头也向着炼级区深处支援。倾城，你来的正好，我们真的快扛不住了。猛虎小队队长郭洛洛喘着粗气，求救一般看向叶倾城，不是他们实力不行，打不过这些奴仆级的钢铁巨兽，实在是这些钢铁巨兽太多了，杀掉一个还有一个，杀掉一群又来另一群。你的指挥官呢？我们小队的指挥官今天全员去外地培训，不然我们也不至于发挥不出实力来，沦落到这个地步啊。郭洛洛此时有些脱力，储存的能量已经几乎不再支撑他维持机甲形态，而猛虎小队全员全部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一旦猛虎小队没有战斗力，他们怕是真的要守不住这道防线了。叶倾城的脑子一转，瞬间抬头看向天空中那道赤黄色的身影，没准他有办法。机娘在契约指挥官之后，即便指挥官没有在机甲内，机娘也可以通过机娘系统与指挥官联系。天辰，我记得你是可以强制登录没有指挥官的机甲是吗？正在天空与钢铁巨龙厮杀的我，听到叶倾城的声音愣了一瞬，赶忙回复道：是的。那你最多能强制登录几台机甲呀？地面上猛虎小队总共有13人，其中有1台 S 级机甲，5台 A 级机甲，还有7台 B 级机甲，他们的指挥官都出去培训，导致他们的实力大打折扣。你看看能不能强制登录，不然地面可能要失守啊。听到叶倾城的着急声，我立马感受了一下自己现在的状态，我给了叶倾城一个肯定的答复。好，那我试一试强行登录。检测到周围共有13个可以强行登录的机娘系统，分别是 S 级坦克、A 级重型卡车，同时登录。我深吸一口气，做好强行同时登录13台机甲的准备。几次呼吸后，脑海中的电子音缓缓响起，强行访问开始。恭喜您强行访问 S 级坦克成功，恭喜您强行访问 A 级重型卡车成功。很快成功登录13台没有指挥官的机甲提示音传来，我只感觉精神力瞬间被抽走一大半，顿时汗流浃背，能源核心的转速直接翻了3倍。不过还好全部都能稳定功能，13台机甲的信息全都投影在我的面前，即便我做好了准备，依然被震惊的说不出话来。没想到竟然真的可以，只是精神力还是太薄弱了。同时登录这么多机甲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也得亏我不用分心去操控他们，只需要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能源，让他们自行移动就好，不然以自己现在的精神力还真有点吃不消。地面上猛虎小队的队员眼看就要撑不住了，郭洛洛咬了咬牙，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将面前的钢铁巨兽斩杀，一时间脚下一软，当下就半跪在地上，有些站不起身来。洛洛，小心！眼看着一只钢铁巨兽从郭洛洛的身后偷袭而来，叶倾城离得太远，根本没办法过来支援。紧要关头，郭洛洛软趴趴的身子瞬间充满力量，脚下一蹬，一个漂亮的翻滚，躲开了钢铁巨兽的袭击，反手一刀将钢铁巨兽的头颅砍了下来。这是什么力量？我感觉我现在一点虚弱的感觉都没了，能源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样。郭洛洛看向自己的机械手臂，用力捏了捏拳头，失去的力量全都回来了。与此同时，猛虎小队的所有队员跟郭洛洛一样，身体上的虚弱感全部消失，浑身充满了力量。冲啊！宰了这群畜生！一时间一场厮杀又一次开始，战斗又持续了10分钟，后援部队总算赶来，有远程热武器的加入，地面上战斗的机娘明显轻松了不少。张晨看着雷达上的红点，竟有大幅度减少的趋势。张大队长，我们监测到远郊炼级区的空中巨龙正在大幅减少，有一台赤黄色的机甲正在高空与钢铁巨龙战斗，到现在已经斩落一大半，还真是天辰。那台黄色的机甲是谁？张晨瞬间了然，不愧是他看上的人，竟然真的将战局扭转了。这小子未来真是不可限量啊！天空中我此时强行登录了13台机甲，同时还驾驭着暴天锋，虽然能源方面并没有急缺，但是精神力方面确实有点遭不住。我的攻击不再华丽，举手投足便将巨龙斩首，一刀一刀又一刀，完全没有什么美感可言，只有不停的杀戮，朴实无华，简单粗暴。在我的精神力指挥下，天空与地面相互配合，能源充沛的猛虎小队队员此时无比的热血沸腾，这源源不断的能量，我从来没感觉我这么强大过，又快又猛，我感觉现在就是我的巅峰，我恨不得再跟这些畜生大战3天3夜。到底是哪个指挥官强行登录了我的机娘系统啊？别管那么多，这种等级的指挥官，咱们终有一天会知道的。看着天空中愈发减少的钢铁巨龙，我深深叹了一口气，再坚持一会就能将他们全灭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手边的雷达又一次发出警报，警告，检测到500米处有战将级魔兽出没，请及时射影。什么？战将级魔兽？我简直一口老血要喷了出来，早不来晚不来，非得等到自己快消耗殆尽了就出来玩呢。我蹙了蹙眉，驾驭着暴天锋杀怪杀得更起劲了。战将级的魔兽还没靠得太近，身前打头阵的奴仆级巨龙倒是不怕死的冲了上来，也不知道远郊炼级区的最深处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会有这么多钢铁巨兽呢？这些钢铁巨兽到底是自己本身想要攻城略地，还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侵占人类世界，更无从知晓。眨眼的功夫，天上又哗啦啦掉下来10几头钢铁巨龙，暴天锋双臂上的刀刃全部弹出，在推进器的加速下，暴天锋真的像鱼儿在水里游动一般，在巨龙中间飞来飞去，没与巨龙擦肩而过，便轻而易举地斩杀一头巨龙。只是原本数量已经骤减的巨龙，在战将魔兽的先头部队的加入下，
像是回了一口血一样，又一次攻了上来。我控制着暴天风的双臂，一刀一个，显然已经跟不上节奏了。一时间，暴天风背后的2个大炮筒又一次升起。轰呼！量子追击炮骤然发出，能量炮弹打在一群钢铁巨龙的身上，钢铁铠甲下面的肉体散发出浓浓的烤肉香味，随即变得焦糊一片。一发又一发的能量炮弹喷射而出，一头又一头的钢铁巨龙砸向地面。短短3分钟，能量追击炮的炮筒便缓缓收回，强度实在是太大了。即便我的能量核心已经翻了3倍的转速，但是如此高强度的能量输出，还是让我有了一种能量枯竭的感觉。好在在高强度的炮轰下，奴仆级的钢铁巨龙也陨落的差不多了。看着战将级钢铁巨龙慢慢朝我们飞来，我呼哧呼哧的大口喘着气，下令将我刚刚大量输出浪费掉的那一部分能量积攒起来，缓缓的重新渡给自己。一时间，我那快要枯竭的能量核心瞬间被温润的感觉包围，连带着我的喘气声都弱了些。而那头战将级钢铁巨龙像是在等着我恢复似的，飞得不紧不慢，几秒钟才扇动一次翅膀。我眯着眼睛浮在空中吐槽道：“你他哥能不能飞快一点啊？磨磨唧唧跟个娘们似的。”像是听懂了我的话，战将级钢铁巨龙瞬间昂起头，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长达数十米的双翼重重扇动一下，瞬间朝着我疾驰而来。一时间，天空中巨大的能量朝着我席卷而来。与此同时，地面上张晨始终关注着我在天上的情况，负责盯着天空的维保队员总是将第一手情报转达给张晨。糟了，暴天风被飞来一只战将级钢铁巨龙包围了。暴天风颤颤巍巍的，看着都有点站不住了。张队，要不要支援啊？张晨猛地将望远镜夺了过来，看着那数十米半长的翼展，整个人都麻了。居然真是战将级！练级区边缘区怎么会出现战将级魔兽呢？快快快，赶紧支援！战斗机呢？战斗机怎么还没来？而此时我的能量核心3倍速超快运转起来，看着地面上的战斗已经平息，我从13台机娘系统中退了出来，战斗的欲望瞬间又一次暴涨，像是感觉到了我的战意。对面疾驰而来的战将级钢铁巨龙不屑地嗤笑一声，难不成凭我肉身之躯还想跟他钢铁之躯斗？简直是鸡蛋碰石头，自不量力！